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啊，影响非常深远。所以我想解剖庐山会议这个例子，从中间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啊，在庐山开会啊，一共开过3次。第一次是59年，第二次是61年，第三次是70年，都叫庐山会议。我这里讲的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就是59年的庐山会议。59年的庐山会议啊，实际上是2个会议的统称，一个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个叫8届8中全会。2个会议啊，从1959年的7月2号一直开到1959年的8月16号，开了1个半月，45天。但是庐山会议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开45天的，一开始庐山会议只准备开半个月，是后来庐山会议发生了变故，所以才开成了45天，而且开成了2个会议。那么好，庐山会议一开始是干什么？后来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我想把这个经过给大家做一个介绍。1959年7月份最早召开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啊，是毛泽东提议的。毛泽东提议召开这个庐山会议干什么呢？纠正当时大跃进的左的错误。我们大家知道，从1958年年初开始，或者还更早一点，1957年年底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一个叫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经济建设的规律，因此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就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这一年，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大跃进的问题其实并不难暴露，比方说1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我是做过农民的，我是农民出身的，我们知道，我是南方人，南方的1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农民祖祖辈辈种地很清楚。但是1958年放高产卫星，放农业高产卫星，说1亩地啊可以打上千斤、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甚至几万斤，甚至10几万斤我这说的可不是虚妄的。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的关于农业高产卫星一个最大的高产卫星的报道，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他说他的1亩早稻能亩产130434斤，很荒唐的，农民都知道，完全是假的。所以大跃进这样的问题啊，实际上并不难暴露，也不难察觉，但是很多人当时或者是不敢说，或者是故意的说假话。所以到了1958年的秋天开始，大跃进的问题啊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最早察觉和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这里要说一下，发动大跃进的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纠正大跃进的左的错误的也是毛泽东，这得承认。毛泽东从1958年秋天开始就觉得大跃进啊出了乱子，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他说看来大跃进出了乱子，因此呢他提出来要压缩空气，降低温度，这也是他说的。他说这个大跃进的空气啊，前一段大跃进的空气太膨胀了，现在我们把它压缩一下，把这个过高的温度降低一下。因此他就召开了一系列的中央会议。1958年11月2号到10号，他在郑州开了部分
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会议，叫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8号到12月10号，他又在汉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届六中全会。1959年的2月25号到3月5号，他又在郑州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叫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的3月25号到4月5号，他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届七中全会，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干什么？纠左。大家一定会问，纠左吗？为什么开这么多会？关键在于纠不下去。毛泽东想纠左，但实际上纠左的效果到了1958年上半年的时候，1959年上半年的时候非常不明显。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各地方各部门都不愿意调整指标，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这一点有点像我们今天搞宏观调控一样，各地方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基本建设下马和压缩，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内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心理，叫做左比右好。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斗争传统里面左被解释为是思想认识问题，右被解释为是政治立场问题。显然右的错误更严重，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以来宁犯左的错误不犯右的错误。大跃进、冒进，这都属于左的错误。降低温度、压缩指标，这恐怕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因此大家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高层，大家都是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愿意最先来实行调整。所以到了1959年上半年的时候，大跃进的问题在继续的暴露和继续的恶化。毛泽东这个时候也着急了，他就在1959年的6月13号在中央常委开了个会，他提出来，他建议7月份各省的第一把手和中央有关部委的第一把手到庐山去开会。干什么？他说读书，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然后结合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总结经验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要把这个压缩空气、降低温度的工作落到实处。这是毛泽东提议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好，按照他的提议，各省的第一把手，就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的有关部委的第一把手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最早到庐山的。毛泽东去庐山之前呢，6月25号他先回了一趟自己的老家湖南韶山，他是湖南湘潭韶山人。然后6月29号这天，他从韶山出发，坐车上了庐山，他是第一个到的，他6月30号就到了庐山。其他的与会人员都比他晚一天到，7月1号到了。7月2号这天，庐山会议开始，没有开大会。毛泽东把庐山会议分组的各个召集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小会。我说明一下，庐山会议是按照中国的6个大区分组进行分组讨论的，就是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区，分成6个大组。毛泽东在7月2号这天先召集6个大组的召集人开了个会，提出了18个问题进行讨论。结合读斯大林的书讨论，比方说大跃进去年的成绩怎么估计，今年的形势怎么估计，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公共食堂该不该办，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的问题，还有高产卫星的问题等等，一共是18个问题。毛泽东提出这18个问题的意图，实际上还是要求分组会，主要是解决大跃进发生和暴露的问题。
所以从7月3号开始，庐山会议就分成6个大组进行小组讨论，分组讨论。小组一讨论，对于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2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更多的是问题。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而重工业内部也是比例失调，钢铁工业过重，而其他像能源、电力、运输过轻，所以就导致了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另外，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点，在2个月之内全面铺开，搞得过急。另外呢，人民公社也办得过大。1958年最大的人民公社有多大？一个县是一个人民公社，规模一大，就对农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那些人民农村社队搞了一个1平2调，拉平，农民不满意。另外搞公共食堂，农民也不满意。所以持这样一种意见的与会者认为啊，这次的庐山会议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跟这个相反，认为大跃进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从58年秋天开始已经在纠左了，纠了已经7、8个月了，到1959年的夏天了，我们不能再纠左了。说大跃进虽然也有些问题，但是成绩是主要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所以庐山会议不应该以纠左，不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这又是一种意见。那么彭德怀是参加这次庐山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彭德怀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他是中央军委分管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委员。我顺便说一下，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央军委只有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常委，所有的人都是委员。彭德怀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委员，他是持第一种意见的，他认为庐山会议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彭德怀并不分管经济工作，他为什么对于大跃进的问题这样看重？原因在于1958年底，他曾经回过自己的老家湖南农村进行过调查研究。他到了2个地方，一个是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县，这彭德怀跟毛泽东是一个县的人，2个家相距大概60、70华里。他还到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另外呢，他回到了自己领导平江起义的平江县，到了2个地方。他跟农民一座谈就了解，农民向他反映58年冬天开始，农民的口粮已经发生问题了。彭德怀觉得很奇怪，说你们这不是高产吗？湖南当时也放了卫星，湖南还算是比较保守的，因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但是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面，湖南也要放些卫星，大概放的卫星一般是3000斤、5000斤、7000斤，也有上万斤的，少。所以彭德怀问说你们这不是高产，怎么会没有口粮发生问题？农民告诉他都是假的。南方的这个水稻、早稻在50年代的那个农业生产技术的条件下，一般说来600斤，年景好一点，精耕细作一点，也就800斤，极个别的地方有上千斤，那是非常罕见的。可是当时农民放的卫星是3000斤、5000斤，别看是小卫星，那已经大大的放了一个虚夸的卫星了。所以农民告诉他都是假的。可是
当年的国家征购粮啊，它是按照你上报的粮食产量来定的指标。58年这一年，全国的公购粮啊，要比57年增加了300亿斤，全国一共征购粮是1200亿斤。所以一方面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呢，国家对于农民的征购粮增加了，这农民的口粮当然就发生紧张了。所以农民说口粮紧张。口粮紧张还有一个原因，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1958年实际上年景很好，风调雨顺。据后来的实际统计啊，1958年粮食比1957年增加了100亿斤。1957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是3900亿斤，1958年4000亿斤。丰产了，但是不丰收。为什么不丰收啊？关键在于1958年要完成钢产量指标。1958年全国钢产量啊提出来的指标是全国要炼钢1070万吨，要比1957年翻一番，所以提出来要为1070而奋斗。可是到了1958年8月份的时候啊，全国的钢只完成了380万吨，时间过去了2/3，任务才完成了1/3，党中央和毛泽东着急了，所以叫动员全党，叫做全党大办钢铁。劳动力不够怎么办？就从农村抽调强壮的劳动力、青壮劳动力去炼钢。农村大面积的建小高炉。据统计啊，全国一共抽调了9000万青壮劳动力去炼钢铁。这青壮劳动力一去炼钢，秋收作物、晚稻作物就没人收割了。所以彭德怀在平江调查的时候，有一个伤残的红军战士悄悄的递给了他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写了一个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说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同与孤，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龙湖。谷撒地就是稻谷啊，都撒在地里，都烂在地里，为什么？没人收。黍叶枯，红薯的叶子都枯萎了，也没有人去收。青壮炼钢去，青壮劳动力都去炼钢铁去了。收禾同与孤，收禾是收粮食的是儿童和妇女。所以这红军战士啊，忧心忡忡，说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龙湖。他希望彭德怀向中央反映这个情况。所以彭德怀经过58年底对于湖南农村情况的调查了解，他深深感到大跃进出了问题，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他是分在西北组，他连续发了7次言，批评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但是彭德怀的发言遭到了分组会上的反批评。有人说彭总啊，说你这个说法不是给人民群众鼓干劲，而是给人民群众泼冷水啊。说按照你这个总结法，我们就会越干越泄气啊，越干越鼓不起干劲来了。像彭德怀这种意见在分组会上遭到反批评的情况还不止西北组，其他各个组都有。因此彭德怀感到非常担心，他认为庐山会议如果这么个开法的话，恐怕达不到真正总结教训的目的，也达不到毛泽东说的纠左的目的。而这个时候庐山会议快结束了，因为庐山会议原定是开2个星期，开半个月。到了7月11号的时候，离这个会议啊原定的议程啊已经是快结束了，已经进入尾声了。7月11号这一天，彭德怀和他家乡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散步聊天，碰到了一起。周小舟也是跟彭德怀一个意见，他认为庐山会议应该以总结教训为主。
可是庐山会议的气氛不对，提出总结教训老是被人反批评。周小舟就给彭德怀出了个主意，他说你能不能去找主席谈一谈，因为毛主席是不参加分组会的。周小舟希望彭德怀去跟毛主席谈一谈，请毛主席出来说话，这不就有分量了吗？彭德怀有点担心，他说我和他两个人都脾气不好，一谈就谈崩。周小舟告诉他说，毛主席这两天情绪挺好的，而且7月10号这天晚上啊，毛泽东曾经找周小舟、周会还有他的一个兼职秘书叫李锐聊过一次天。周小舟在那次聊天的时候说了很尖锐的话，毛泽东也没有发火。那次毛泽东突然问周小舟说，为什么现在的人都热衷于放卫星，而且一个放的比一个大？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意思啊？毛泽东一听就懂，就是因为您老人家喜欢呢，您老人家一喜欢，下面就跟着您老人家的喜好放卫星呗，而且放的比您老人家喜欢的还要大。毛泽东听了这样尖锐的话，哈哈一笑，也没有当回事。所以周小舟告诉彭德怀说，彭总啊，主席这两天心情好得很，你去跟他谈吧。彭德怀将信将疑，真在第二天，就7月12号这天去找毛主席。结果毛主席休息了。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跟中央其他领导人是反的，他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彭德怀当然是白天去找他，结果毛泽东休息了，没有谈成。当天晚上散步，他又碰到周小舟，周小舟就问他，你跟主席谈了没有？他说没谈，他休息了。周小舟又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要不你就给他写一封信，写信吧，反正不见面谈容易谈崩的话，写信不会谈崩。彭德怀对这个建议倒是很感兴趣，他说这是个好主意。所以他就在7月13号这一天没有参加分组会，在庐山他住的地方考虑了一天，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就是7月14号上午，他又把这个信做了一遍修改，然后让他的警卫参谋誊抄了一遍，送给了毛泽东送给了毛泽东的秘书。7月14号下午送。2天以后，彭德怀这封信说了什么？我得说一下这个内容，在座有些同志可能不太了解。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被后来称为彭德怀的万言书的这封信，其实没有1万言，一共只有3300多字，讲了2个问题。第一，肯定1958年的大跃进取得了成绩，彭德怀还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的。第二，主要是谈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当然他的信的重点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在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这个问题上，彭德怀谈了他的2点意见。一点他认为1958年为什么我们工作中间出了一些问题是因为党内普遍的滋长了浮夸风。这个浮夸风一滋长，就说明很多人主观脱离了客观，政策脱离了实际，把自己的主观能力夸大了，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愣说能做到，所以就普遍刮起了浮夸风。他说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要总结的教训。第二个总结的教训呢，说在我们党内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非常容易使我们党犯左的错误，而且纠正起来非常困难。彭德怀的信主要就谈了这么2个问题和2点教训。彭德怀的信的最开头还特别说明，他说主席对我这个人很了解，我这个人有点像张飞，只有其粗不知其细，我这个信又是在仓促之间写成的，是否有什么参考价值仅供您本人考虑，特意做了一个说明。
2天后，就是7月16号这天，从毛泽东那传出来3条指示。第一条，庐山会议延期，原定不是7月15号，顶多16号结束吗？毛泽东提出来一直开到月底，开到7月底。第二条，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全体代表。毛泽东还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写信不会有标题的，毛泽东给他加了个标题，叫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当天就印发给了会议全体代表。第三条，没有上庐山开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立刻赶到庐山开会。所以像林彪、像黄克诚、彭真、薄一波，这些人都是在7月16号以后才上庐山开会的。那么好，毛泽东把彭德怀这封信一印发，小组讨论就转向讨论彭德怀这封信了。从7月16号一直讨论到7月22号，讨论了1个星期，围绕彭德怀这封信讨论，还是2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彭德怀的信写得好，说彭总啊有勇气，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向彭总学习。有人甚至认为彭总的信还可以写得更尖锐一些说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有些比彭德怀指出来的还要严重，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相反，认为彭德怀这封信有刺，这个刺是针对3面红旗的。这个刺对于大跃进的成绩否定的过多，而对于大跃进的问题挑毛病。2种意见。7月23号这一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全体大会，这是庐山会议自召开以来第一次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做了2个小时的讲话。因为前面这一段都是分组讨论，大家不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态度。毛泽东这一次在庐山会议的第一次公开全体会议的讲话，就把他的态度完全展示出来了。他2个小时的讲话，通篇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彭德怀，但通篇是批判彭德怀的。他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有一股势力，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说这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离资产阶级右派只有30公里远了。所有的人都能听出来，毛泽东批的就是彭德怀。所以毛泽东一说话，庐山会议整个转向，这是庐山会议转向的标志。庐山会议原来不是纠左吗？为什么后来是反右标志就是毛泽东这个讲话，7月23号这一天突然转向。所以7月23号以后的分组讨论就不是2种意见了，就变成一边倒，批判彭德怀。据说有些后来上庐山开会的人是做了2手准备的，说左边的口袋装的是反右的材料，右边的口袋装的是反左的材料，就看这个会议反什么批什么。结果一看毛泽东是要反右，反左的材料就不拿出来了。从7月23号这一天毛泽东讲话一直到7月底，庐山会议就是批判彭德怀这封信。但是这个阶段的批判无论怎么批判，还是围绕彭德怀这封信来批判。7月31号和8月1号这2天，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开了2天。哪些人参加呢？毛、刘、周、朱、林，林就是林彪。中央常委只有2个没参加，一个是陈云有病，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是因为59年上半年打台球的时候把腿摔断了，所以他没有上庐山开会。
5个常委毛、刘、周、朱、林，加上3个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另外加上4个在庐山会议上被认定同彭德怀有联系的与会者，一个是黄克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长、军委秘书长，一个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还有一个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会，还有一个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的副部长李锐，一共12个人参加。2天常委会每天都是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中午吃饭都没有离开毛泽东的住处，是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召开的。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每人吃几个包子。2天常委会干什么呢？全面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毛泽东说，你彭德怀跟我是3分合作7分不合作，从井冈山到赣南到闽西到长征到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毛泽东说你都不合作。彭德怀为自己辩解了一下，他说总还是合作多一些吧。毛泽东说那就5-5开，5分合作5分不合作。毛泽东就从历史上清算彭德怀，常委会就按照毛泽东的这个基调批判彭德怀。那常委会就按照毛泽东的基调从历史上清算了彭德怀。2天常委扩大会议开完，庐山会议的第1个阶段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就定下了调子。毛泽东提出紧接着召开8届8中全会，所以从8月2号一直到8月16号又开了半个月的会议，这次会议就是8届8中全会了。8月1号这一天，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了庐山开会。这半个月干什么？这半个月当然就是批判彭德怀，包括跟彭德怀意见相一致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还有李锐。这次就不是只批彭德怀的信了，而是既批彭德怀这封信，又批彭德怀的历史。因为2天常委会已经定下基调了，一直开到8月16号这一天结束，通过了5个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就叫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认定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他们向3面红旗发动了猖狂进攻，因此要在全党展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同时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职务，撤销黄克诚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销张闻天外交部第1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湖南省委第1书记的职务，然后就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从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一直搞到1960年年初，4个多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各个级别、各个层级、各个地方抓大小彭德怀，一共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362万。这就是庐山会议。那么庐山会议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当中一直是有讨论有争论的，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由纠左突然转向反右？大家一定会说，那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吗？这当然没有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是为什么彭德怀一写信，毛泽东就会从纠左转向反右呢？现在有种说法，而且非常流行，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儿子抗美援朝的时候死在了朝鲜，所以毛泽东因为很疼爱他这个儿子也很培养他这个儿子，结果他这个儿子死在了朝鲜，所以毛泽东就迁怒于彭德怀，所以就要在庐山会议来批判彭德怀。我要告诉大家，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文献材料能够证明，都是猜测。好，因为毛岸英到朝鲜去，实际上彭德怀3次不同意。彭德怀是不同意毛岸英去的，但是毛泽东坚持要派毛岸英去。彭德怀到了朝鲜以后，非常的照顾毛岸英，所以他不把毛岸英派到野战部队，专门留在身边，留在志愿军司令部做了一名参谋。因为毛岸英的俄文非常好，他的俄文甚至比中文还好。那么当时有一些苏军顾问，同时有一些跟苏军的电报来往，所以就让毛岸英做了一名翻译。但是朝鲜战争初期中国没有空军，苏联人又不帮助中国人出动空军，所以作战初期美军飞机轰炸非常频繁。毛岸英就是在抗美援朝作战初期的时候，有一次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鱼洞，结果没有来得及撤离，一颗燃烧弹扔到了这个坑道前面，牺牲了。这么个原因，跟彭德怀没有关系。而彭德怀这件事情他也非常的内疚，他认为他没有保护好。这不是毛泽东要发动对于彭德怀批判的原因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而且毛泽东在党内发动政治斗争，从来也没有因为儿女情长这个原因。那么为什么要发动呢？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的纠左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什么呢？这条底线就是绝不能动摇三面红旗。无论怎么降温，无论怎么压缩空气，无论怎么纠左，必须要维护三面红旗。上庐山开会前，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三面红旗绝不动摇。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了，三面红旗如果不否定的话，大跃进的错误是不可能根本纠正的。但是当时我们党没有这种认识，而毛泽东更是要坚持三面红旗。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这个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面，对于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做一些纠正，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做一些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如果动摇了三面红旗，势必要动摇毛泽东的权威。而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这封信就触及到了这条底线，触及到了三面红旗。所以他在讲话中说你不跟我一道去纠正错误，你反而代表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势力来跟我挑战。毛泽东是这么说的。7月23号讲话说你这是挑战，他不认为彭德怀是要真正的纠左。这是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或者根本原因。当然也还有一个辅助原因。什么原因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历史上的确也有一些分歧，或者我们再说的白一点，有一些历史恩怨。这种分歧在我看来很正常，在战争年代、和平年代都一样，在党内、在军内，对于战争、对于军事、对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有一些不同看法和分歧，很正常。但是毛泽东把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他有些耿耿于怀。我就举一个例子，会理会议。1935年的5月份，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南部一个叫会理的地方开过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这个时候红军刚刚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了。中央政治局在这开了会，这个会议是讨论什么呢？讨论毛泽东还能不能当前敌总指挥。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毛泽东不是指挥的挺好吗？遵义会议以后，你看4渡赤水，然后
又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围追堵截，那是事后，我们从长远的过程看，毛泽东的指挥的确是出神入化。当时不是这么看的。遵义会议开完，出了遵义城的第一仗，毛泽东指挥的就打败了土城战斗。因为不太了解四川军阀的实力，正好碰到了一个四川军阀的精锐师，结果红军损失了1个营的兵力。因为想通过土城战斗北渡长江，跟四方面军会师，这样一来知道长江过不去了，所以毛泽东才1渡赤水，掉头向西，然后又2渡、3渡、4渡，然后又大运动量的到了滇黔边界，然后掉过头了北爪，渡过金沙江，这么一个大范围的调度。当时认为因为当时部队这样大运动量的行军呢，非常疲惫，拖得疲惫不堪，很多红军战士掉队，所以在军内和党内有些人认为毛泽东这个指挥有问题。不像我们现在说，我们长征唱的组歌叫4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是后来我们看历史是这样的，当时很多军内党内的不是这么看的。林彪就是一个，林彪找了彭德怀，说老彭是老毛的这个指挥有问题，他只会走攻备路，不会走攻咸路。什么叫攻备攻咸呢？这个弓箭呢有一个弦，这个弦是直线，弓背呢是弯的，是弧线。说毛泽东只会走弯路，不会走直路。说你看把部队拖得这个疲惫不堪，说还是你来当前敌总指挥。说我们给中央打一个电报，让中央换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拒绝了。彭德怀说遵义会议刚刚调整完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现在不宜讨论换军事领导机构的问题。彭德怀就没有同意，林彪就悄悄的自己以个人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说希望中央让彭德怀来代前敌总指挥，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会理会议就是讨论林彪的这个提议，结果毛泽东非常恼火，他骂了林彪一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个啥？但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更大，他认为林彪这个电报背后的主使者是彭德怀。彭德怀也一直没有为自己做说明。恰好就在这次庐山会议7月31号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又说这个事儿，说会理会议你就不跟我合作。当事人在场林彪也在场林彪就不得不向毛泽东做了解释，说会理会议那个电报彭德怀不知道，我没有跟他说。这才算是澄清了24年的一个误解。但是可见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可见毛彭之间是有一些恩怨的。这个也是毛泽东在彭德怀写这封信以后转向反右的一个辅助原因。总而言之，庐山会议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逆转，由纠左转向反右，就使得原来本来应该再进一步深入的纠左的进程一下被中断了。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而且在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里面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彭德怀庐山会议以后的遭遇也是非常惨的。庐山会议下山以后，先开了1个多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然后1959年10月份，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彭德怀就离开了中南海，把他的2套元帅服都交出来了，因为他从此离开军队，搬到哪？离我们中央党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挂甲屯的村子。这个名字也真是巧了，彭德怀刚刚从军队离开，就住到了一个叫挂甲屯的地方。挂甲屯有个吴家花园，他就在那儿住下了。一直到1965年9月份，毛泽东才第一次找他，6年没见面，干什么？派他到西南3县担任西南3县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3副主任。
因为彭德怀一直想跟中央啊，这个让他分配一点工作，最好是让他去农村调研。他说他对工业不熟悉，毛泽东说你就去西南三县吧。就这样，1959年的10月份，他去了成都，因为西南三县基建委员会设在成都。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1967年元月份，中央文革小组有一个成员叫戚本禹，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这个人叫韩爱京，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批斗。从此，彭德怀失去人身自由，一直到1974年的11月份，韩渊去世。去世之前，他还在那喃喃自语，说我想见毛主席。